1629年6月4日，天亮前2个小时，印度洋上是满月，天气很好。那天是圣灵降临节的第2天。这张图是当时荷兰人手上最好的一张海图，画它的人叫赫塞尔·赫里茨，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，2年前刚画完。你看得出来，他们对这片海岸知道的不多。图上大半是空的，只有几段断断续续的海岸线和这么一串小点。这个故事之所以能讲，是因为有人把它印了出来。1647年，阿姆斯特丹。编书的人在开头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出事之前那7个月，无非是寻常航向和日常船务，不值得印出来。这类东西印得太多了，读者看着腻烦，所以我们只把值得记的拿出来讲。380年前的人和我们是一个剪法。好，那就从值得记的地方开始。1628年10月28日，这条船从荷兰的特塞尔出海。7个月以后的那天夜里，他正满帆往东跑，值班的是船长。有人远远看见前面一片白，问同班的炮手，那片白的会是什么？炮手说月光，2个人就放心了。商务总管佩尔萨特那时候正病着，躺在自己的铺位上，下一刻他被从铺位上摔了下来。巴达维亚号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舰，处女航，舱里装着白银和珠宝，他撞上了一片珊瑚礁。船上300多人，那一夜淹死了几十个，剩下的绝大多数活着上了岛。2个月以后，他们又死了100多个，这其中没有一个是淹死的。先说说这条船上都有谁，你只要记住3个人。第一个是佩尔萨特，商务总管，船是公司的，货是公司的，钱归他管，他一路都在生病。第二个是船长雅各布茨，船怎么开归他管，航程里佩尔萨特当众数落过他一次，这件事他记住了。第3个是副商务科尼利斯，上船之前他在哈勒姆开药铺，破了产。这3个人里，后2个再加上一个大水手长，在船出事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一件事，他们打算把这条船抢过来，杀掉指挥官，杀掉船上所有人，只留120个合他们意的，尸体扔进海里，然后开着这条船去当海盗。所以那天夜里那句是月光，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？后来有人反复想过，但没有人能证明那句话是故意的，到今天也没有。总之，计划没来得及用，船先自己撞上去了。天亮以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船卡在礁上，正在散架，人陆续被送上附近几个小岛，最大的那一批上了后来叫比肯岛的地方，岛很小，走一圈用不了10分钟。岛上没有水，一滴都没有。6月8号，佩尔萨特和雅各布茨带着48个人上了那条长艇，去找水，后来改成了去求救。那条艇9米长，48个人，3000公里。33天后，他们到了巴达维亚，今天的雅加达，一个都没少。这件事本身是航海史上拿得出手的一笔，但这个故事不在那条艇上，故事在他们身后。因为船上级别最高的2个人都在那条艇上，岸上剩下的最高长官是那个破产的药剂师。科尼利斯在岛上待了大概1个月，看着那条船一点一点散掉，才彻底死心，船是抢不成了。于是他改了主意，救援船一定会来，来了他就抢那一条。但抢一条船不需要300个人，40个听话的就够了。剩下那200多个在他的账上是多出来的。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杀人，是分开。可能反对他的人一小批一小批被送到别的岛上去，说是让他们找水。第2步才开始杀，起初还披着一层审判，
后来连这层也不要了。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一下，他自己几乎不动手。他把刀发给别人，而且第一次总是安排2-3个人一起动。2-3个人一起动，就没有人推得出来。这不是我的心理分析，这是审判记录里反复出现的做法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在这座连一口淡水都没有的珊瑚岛上，他每天换一套衣服，丝袜、金边的袜带，跟着他杀人他最信得过的那几个，他给他们做了红呢子的制服，镶2道以上的金饰边。他还每天琢磨新的外套样式。原书是这么写的，写这段的人当时也觉得需要专门写一笔。但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另一样东西。屠杀过了一半，剩下的女人被当作战利品分掉了，而他为这件事立了条例，让人签字，让人宣誓。那几个女人如果想活命，也必须跟着一起宣誓遵守。这一段我不往下讲了，我只想说清楚一件事，那不是失控，那是暴政。2个月里，100多个人死在这几座岛上，木匠、水手、妇女、孩子。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是因为后来有人把名字一个一个记了下来。但这里要插一句话，而且这句话比上面所有内容都重要。我们今天知道的这2个月里的一切，几乎全部来自同一份东西——佩尔萨特的审判笔录。而那些口供是在酷刑下取得的，这一点先放在这儿，结束之前我们还会再说。现在把镜头挪到另一座岛上，20来个士兵被送到这里找水，送他们来的人判断这岛上没有水，约定好了，找到了就点3堆火。这就是那座岛，一层白色的石灰岩，一层低矮的灌木。他们找了20天，第20天，他们找到了2口井，井水会随着潮水涨落，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海水。岛上还有一种小袋鼠和很多鸟蛋，所以他们不但没死，他们吃的比杀人的那伙人还好。他们点起了3堆火，没有人回应，因为那一天另一座岛上正忙着杀人。后来陆续有人逃了过来，不是游过来的，他们扎了木筏。于是出发时20来个人的队伍，到真打起来的时候变成了45个。你注意一下这个数字的方向，那边每杀掉一批人，这边就多几个要跟他拼命的人。他们没有枪，他们把桶箍和钉子绑在棍子上，然后他们搬石头，就是刚才那种石灰岩板，一片一片，能徒手抱起来。他们垒了一圈矮墙，那伙人坐着2条平底山板打过来，3次都没打进去。第3次，他们把科尼利斯活捉了。这堵墙今天还在，它是澳大利亚现存最古老的欧洲建筑，而它是为了防自己人垒的。9月17号，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条帆，萨尔达姆号，佩尔萨特回来了。接下来是这个故事里最紧张的一段，而他一枪都没放。2边同时下水去追那条帆，谁先到，谁的版本就是历史。违背海耶斯先到。傍晚，科尼利斯被押上了船，押他的人就是海耶斯本人。原书写了佩尔萨特当时的样子，他心中悲痛地看着他，想不通是什么让这个人堕落到这个地步。10月2号，海豹岛，科尼利斯先被砍去双手，然后绞死，同案的还有6个。这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依法处决。还有2个人没被绞死，他们太年轻了，船把他们放在了澳大利亚大陆的海岸上，然后开走了。从此再没有他们的消息，他们是第一批留在澳大利亚的欧洲人。最后回到那个问题上，一个开药铺的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最流行的解释是，他信了一套异端的东西，某位画家，某个圈子，某种善恶都是神意的说法，那是后人替他找的解释。审判记录里，他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。而且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那句话吗？第一个受审的是个士兵，他招认杀了或者帮着杀了17到20个人，但他强调全部是奉科尼利斯的命令，是他逼的。后面几乎每一份口供都是这么说的，每一个人都说是他逼我的，而那正是一个正在为自己的命受审的人会说的话。能确认的只有2件，他给别人发刀，而且从不让人单独动手。那堵墙到今天还在那座岛上，